目前，美国从阿富汗撤离使馆人员的工作已完成，美军掌控着喀布尔机场，但仍有大量美国公民被困阿富汗。在这一次阿富汗大溃败中，美情报部门对阿富汗局势屡屡误判，美国援助阿富汗政府军的大量武器也落入塔利班手中，这让拜登政府面临国内民意下滑、国外盟友质疑的不利局面。美国已完成从阿富汗喀布尔撤出使馆人员的工作，剩余外交人员正在协助美国公民和部分阿富汗人员进行撤离。不过，早在塔利班15日进入喀布尔之前，美国大使馆就开始准备撤离事宜，包括销毁机密和其他敏感材料。在被销毁的材料中，竟包括一些申请赴美的阿富汗人员的护照。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此事，但并未透露具体原因。塔利班夺回阿富汗政权并控制喀布尔后，由于美军无法清除通往机场的道路，大量被困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被告知在当地避难，等待撤离。目前，美国政府也不太确定有多少名美国公民被困在阿富汗。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当地时间周二说，仍有超过1万名美国公民被困阿富汗。而国防部新闻秘书科比说，目前大约有5000到1万名美国公民被困阿富汗。当地时间周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大使馆正敦促所有被困阿富汗的美国公民乘坐商业航班飞离阿富汗。如果无法乘坐商业航班撤离的话，美国公民可以申请遣返。如果获得批准，他们将被要求签署每人$2000的贷款协议。彻底偿还这$2000之前，美国护照将被冻结。大使馆还表示，不能保证每个美国公民可以乘坐美军军机飞离阿富汗，而且喀布尔机场可能会在没有提前警告的情况下关闭。对于何时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二在白宫表示，讨论阿富汗政权合法性问题为时过早。目前喀布尔局势非常混乱，甚至还没有建立行政管理机构，这最终取决于塔利班如何向世界展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打算如何继续下去。近一时期，塔利班急于改善自己的形象，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试图与塔利班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为自己挽回现在不体面的撤出所造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而在美国国内，白宫、国防部、国务院以及情报机构之间则在上演甩锅戏码，各部门互相推卸没能尽早撤离人员的责任。8月11日，美国情报机构称，塔利班有可能在1个月内包围喀布尔，并在3个月内占领它。谁知道，仅仅4天后，预期就提前变成了现实。不过，美国情报机构官员坚称，他们早就报告过塔利班迅速接管阿富汗的可能性。一位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广播公司说，美国领导人被军方告知，塔利班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拿下一切，但是根本就没人听进去。面对阿富汗形势的突变，拜登政府是急于为自己撇清责任，而情报部门对他决策所产生的误导是他强调的重要的因素。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周一发表题为《美国情报部门的巨大失败》的文章称，美国自干预阿富汗以来所犯的诸多错误中，情报部门的失败始终是最严重的。除了情报失误备受诟病，美国对阿富汗政府军的巨额投资也打了水漂。更严重的是，这些武器大部分还落到了塔利班手中。俄罗斯卫星社报道，除了部分被转移到伊朗等国的武器装备，塔利班获得了阿富汗政府军的所有财产。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出版一次的世界军事力量对比报告，阿富汗政府军拥有40辆 T-55和 T-62中型坦克，640辆 MSFV 装甲运兵车，200辆装甲车和数千辆悍马装甲车。此外，阿富汗空军共有22架 EMB-314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4架 C-130大力士运输机，24架塞斯纳208轻型飞机和18架 PC-12涡轮螺旋桨飞机。陆军航空兵拥有6架米35攻击直升机，76架米17军事运输机，41架 MD-503F 轻型直升机和多达30架 UH-60A 黑鹰通用直升机。美联社曾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此前阿富汗军队的建设完全依赖于美国援助。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让拜登政府面临着国内及国外盟友的巨大压力。民调显示，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拜登的支持率也滑落了7个百分点，这是他上任近7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周一由易普所进行的另一项民调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可拜登在阿富汗的撤军和外交决策。
在最初，拜登呢做出撤军的决定，并且推动这个决定落实的时候，他眼中的预期是希望通过从阿富汗急速的撤军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作为自己执政的一个加分项。但是呢，现在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加分是不再可能出现的前景，而失分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无奈的结果。所以现在的拜登政府考虑的已经不再是如何在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获得更多的支持，而是尽可能的止损。减轻因为撤军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局对自己执政所产生的影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再次发声，他将阿富汗危机归咎于拜登，将其称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尴尬。It's a great thing that we're getting out, but nobody has ever handled a withdrawal worse than Joe Biden. This is the greatest embarrassment, I believe,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周二，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讨论阿富汗局势。他们还同意在下周召开一个七国集团领导人线上会议，讨论出一个共同战略和措施。不过，多家外媒发布报道，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彻底失败，美国是靠不住的。德国之声周一发布评论文章，美国在阿富汗彻底失败。文章称，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行动是彻底的失败。目前发生的状况令美国的盟军感到羞愧。美国目前的举动已经令其失去信誉。英国路透周一发表文章指出，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一切令美国最坚定的欧洲盟友英国蒙羞。文章称，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已经对路透社说道，美国的决策是一个错误。英国外交官、前国家安全顾问塞德威尔也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溃败将削弱西方在世界的地位。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耻辱的时刻。美国的盟友认为，美国仓促撤出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应该由美国自己来进行收拾，所以也希望呢，拜登政府某种程度的呼应盟友的需求，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友来说，他们能够接受的底线是未来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这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所以也需要与美方来进行沟通，要求美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可以说是输得挺惨，有网友说不仅输了面子，还输了里子。那您怎么来看呢？主持人好，这个比喻呢很形象。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确是既输了面子，又输了里子。从面子上看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呢是美军的情报呀，居然那么的差劲，说是90天塔利班可能进驻首都喀布尔，人家呢在9天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控制了首都和阿富汗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讨论成立新政权了。美国情报政策与决策机构之间的缺陷呢是暴露无遗，太丢人了。三呢是美国总统很丢人，不仅呢没有料到阿富汗局势变得那么突然，而且呢还想甩锅，而甩锅的姿势呢都是从特朗普那儿学来了。拜登呢丢脸还在于他的民意支持率下滑到了就职以来的最低点。那么最好笑的是，拜登呢没有专注于美国人的撤退，竟然呢有先期一致与特朗普吵架，很奇葩呀。捷克总统就说，美国撤离阿富汗丢失了世界领袖的威信，这恐怕是最大的丢面子。那么从里子上看呢，一是美国在阿富汗花了很多的钱，据说呀20年内啊花了880亿美金来训练和武装这个政府军，结果呀政府军不战而降，很多武器装备呢都落到了塔利班手里，还有一些呢落到这个伊朗、这个塔吉克斯坦了，包括这个飞机、战车、机关枪，损失巨大。二是美国呢在阿富汗的投资不少，原本呢是想发一笔战争财，没想到现在啊全部都交给了昔日的敌人手里了，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呢是美国的价值观的虚伪从里到外显露出来，很多人呢再也不会相信所谓的人权、女权、民主、自由。美国入侵阿富汗并非是为了这个维护人权，纯粹呢它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么从开战到撤退，从头到尾呢都是一个大谎言。美国软实力的惨败恐怕呢是阿富汗突变带给美国最大的损失。从此以后呢，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人们呢都会潜意识的发问：哎，这是不是又在搞骗局？每一次的战争结束，必然呢也要出现这个难民潮，而且呢往往会延续好几年。那么从美军攻打伊拉克、利比亚到军事干预叙利亚，中东的难民潮呢就没断过。而难民潮的终点呢，往往是发达国家，
于是呢，也就出现了2015年的100万难民入欧洲。英国呢，也以防止难民为噱头而脱欧。美国惹的麻烦呢，往往是由欧洲人承担接受难民的重负。因此呀，这法的领导人呢，已经着急了，希望这个难民呢，在阿富汗的邻国落脚，或者呢，由欧美多国来分担难民安置。欧洲这次呢，显然是不会张开双臂欢迎阿富汗难民了。美国呢，恐怕连资金上的支持都没有，这阿富汗难民呢，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欧美呢，虽然都在喊着叫着要讲人权、讲人道，但是呀，到了真正花钱的时候，到担负难民责任的时候，一定呢会争吵的。好的，非常感谢陈明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阿富汗迅速变天，重创美国公信力，也引发台湾岛内舆论的热议。赵少康等台湾名嘴都指出，美国对阿富汗的态度是前车之鉴，不要以为抱美国大腿就没事。于是铺天盖地的质疑。那么美国政府呢，仍然是嘴硬，声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一如既往的坚定。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科尼更是发布了一则令人迷惑的推文，声称如今美国在台湾地区驻扎有3万人的部队，遭到各方质疑后，约翰·科尼悄悄删除了帖文，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阿富汗变天在岛内掀起热议，有关阿富汗是台湾前车之鉴的担忧陡升。周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出席白宫新闻发布会，当被问及对于阿富汗那些感觉被美国抛弃的人，以及台湾地区等地担心将遭到美国抛弃的人，拜登总统有什么想说的？沙利文辩称，台湾是根本不同的问题。而当记者追问怎么不同时，沙利文没有正面回答追问。We believe that our commitments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e sacrosanct and always have been. We believe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Israel remains as strong as it's ever been. 对于这番狡辩，发布会上的记者显然不认同。Leadership requires sacrifice, and how can you just claim to be a global leader without making sacrifice?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t i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question in a different context. Well, I'm sorry if I'll take the next question if you won't let me answer. 美方抛出一番含糊不清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却感到安心。台外事部门周三表示，对美国政府重申坚定支持台湾表示由衷感谢。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自我安慰称，拜登政府上任来多次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并以实际行动续挺台湾。欧江安还妄称，台湾政府将透过台美及区域合作维护台海稳定。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周三首度对阿富汗局势公开发表谈话。他表示，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论调，岛内网友显然不买账。有网友毫不客气地讽刺，这种思维只能作死自己。还有网友说，台湾有一半的人不相信民进党抱美国大腿政策，何况现在又有一个血淋淋的阿富汗例子，请问蔡英文跟谁团结去？团结在民进党的利益之下吗？有战士蔡英文选择先走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国政客也妄图利用当前混乱局势，将台海敏感问题拉上台面。周二，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约翰·科尼发布了一则宣称台湾如今有3万美国驻军的贴文。根据科尼公布的所谓美国驻军人数信息，美方在韩国、德国、日本和非洲的驻军人数分别为28000人、35486人、5万人和7000人。他还在这则推文中列举了台湾地区，并在后面注明3万人。我实在觉得很惊讶，就是美国的一位参议员竟然说很关心台湾，可是对台湾的了解是这样子的少。美国跟台湾断交之后呢，很严肃的讲，美国并没有在台湾部署作战的单位，没有随时准备战斗的人员在台湾，一般人是很惊讶的啦。因为你在大街小巷看，你看不到一个美国军人嘛，3万人是个很大的数目。有网友发现，1955年1月1日，美太平洋司令部提出在中国台湾成立所谓美军协防司令部，由美国陆军、海军、空军组成，规模约3万人。但1979年，美国与台湾正式断交，也正式结束了在台驻军的历史。
岛内的多个机构组织，包括国民党，都紧急对科尼的说法予以反驳。台军方指其是错误讯息，不予回应。国民党官方推特账号转发推文说，台湾没有3万名美军。最后的美国士兵在1979年5月3日就离开台湾了。他说的话原则上不能代表美国官方行政部门的意见，所以它的效力基本上是不大的。不过，包括 CNN 在内的一些美国媒体一边澄清说台湾没有3万美国驻军，一边又妄称台湾是所谓主权国家。美国新闻周刊是最先跳出来澄清此事的美国媒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澄清之余，新闻周刊补充说，根据美国国防部6月30日的数据，台湾是有美军现役人员的，这些美军现役人员的人数在30来人左右，其中包括23名海军陆战队人员、5名空军人员、2名海军人员。另外，台湾还有15名受雇于美国国防部的平民。新闻周刊还说，其中那些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是去年派往台湾，与台湾军方开展训练合作，以对抗所谓的大陆威胁。报道还称，这是过去40年来首次台湾邀请美国军方开展这种合作。观察认为，这番补充反而让人更加起疑，这是因为近些年台湾民进党当局和美国不断触碰一个中国的底线，尤其是去年这个40年来首次的军事合作。而且美国政府至今也没有亲自澄清所谓驻台情况，所以并不能排除约翰·科尼的贴文不是一个简单的口误，而是在给美国驻军台湾试水或试探口风的可能性。环球时报社评指出，如果确有3万美国军队，哪怕是数量少于这个数字的美国军队在台湾驻扎，也是突破了底线的超级严重事态。那些美军必须立即限时无条件撤出，美国政府和台当局都要为此公开道歉。否则的话，相信全面的台海战争将迅速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迅速驱逐美军，解放台湾省，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你好，那么8月17号，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那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解放军在台湾西南和东南进行的军事演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台湾岛内有些人认为这是突发的军事演习。我认为有2个看点，第一个就是美军还未从阿富汗退出，塔利班已经占据了喀布尔；二就是解放军这次实兵演练似乎比较突然。东部战区到台湾岛的西南和东南进行演练，也引起了岛内的关注。但我认为这进一步证明解放军具有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能力，能够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各个战区之间的演练就是为了实战，尤其是基于突发任务的多兵种以及跨战区的联合作战。台湾岛内认为这次实兵演练是突发演习，其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阐明了这次实兵演练的目标或者说指向，因为美台频频勾连挑衅，发出错误的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这次演练就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的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的挑衅做出的严正的回应。台湾岛内有些人认为，台湾当局的政策使得台湾岛陷入了兵危战凶的困局。美国连花费重金扶植的阿富汗政府都可以弃之如敝履，何况是蔡英文当局呢？美军重金装备的阿富汗政府军拥有大量的美军装备，不战而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破旧的武器，能让蔡英文当局为所欲为吗？阿富汗的局势让岛内有些人患上了杯弓蛇影的恐惧症，让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这次实兵演练非常的关注，以至于过度解读。另外呢，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科尼发了一条推文，说美国在台湾有3万驻军。那您对此怎么来看呢？科尼是资深的参议员，而且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发推特是为了证明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比较少，但是在列举美国在外驻军的数字的时候，注明台湾地区有3万美国驻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乌龙。后来柯宁也将这条推文删掉了，但是还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像柯宁这样的资深的参议员还能够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也的确说明美国政客的不专业。比
比如说像拜登这样自诩非常懂外交和战略的总统，在阿富汗犯下了重大的错误。柯宁身为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对美国海外驻军的数字不清楚、不了解，似乎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不过，我们对于美国政客的专业水准可能要重新认识了。中美建交的前提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建交之前，美国对台断交、废约、撤军，这是连普通人都了解的常识。但是在美国参议员那里却被抛诸脑后，足以看到美国政客对台湾也是非常的不严肃。对于柯宁的推文，国民党跟帖说没有3万美军，最后的美国士兵在1979年5月3日就离开台湾了。对于台湾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难以忘记或者释怀的日子。但是美国政客却没有认真对待，足以看到台湾在美国政客眼中到底是什么分量或者形象了。好的，非常感谢孙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距离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部门给出新冠病毒溯源结论的90天期限越来越近。据知情人士披露，在拿不出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美情报部门正抓紧时间，企图炮制所谓实验室泄露论。不过，国际上不少科学家对美国借病毒溯源大搞政治化的做法非常不满，不愿为美国站台。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情报部门的相关调查目前无实质性进展，但美仍打算如期发布报告，并在报告中炮制所谓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诱导性结论。美国政府高层认为，调查不是目的，推动调查本身就有意义。持续炒作溯源调查，为的就是消耗中方外交资源，增加美对华要价筹码。对此，在周3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如果报道属实，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供状。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美方想重演用一小瓶洗衣粉搞遭栽赃陷害的旧戏码，这蒙骗不了世人，倒是让人越来越怀疑美方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抹黑中方，是不是想转移国际社会对德宝等美方生物实验室的种种疑点劣迹的关注？美方到底在掩盖什么？事实上，美方在不断抹黑中国的同时，对于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却闭口不谈。除了一直三缄其口的德宝，美国在世界各地还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以各种名义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美国实验室所在地往往是鼠疫、炭疽、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多发地区。据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欧洲。当年8月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最早受害者，但美方至今都没有对这些事情进行解释。无论美方如何费尽心思抹黑、栽赃，都无法消除国际社会对美国遍布世界的生物实验室的疑虑。如果美方心里没鬼，就应该坦坦荡荡邀请世卫组织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特别是调查德堡、北卡罗来纳大学，这才是一个真正关心全球溯源的国家应有的诚意和态度。赵立坚特别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的是政治溯源。据《环球时报》报道，美方其实对此心知肚明，但还是要大肆炒作，既达到混淆视听、抹黑中国的目的，又借此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据悉，在加紧炮制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的同时，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推进配合其战略企图的下阶段溯源研究。美国已安排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纠集欧盟以及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友政府科学顾问，共同就世卫组织第2阶段溯源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不参与世卫组织第2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的决定。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加紧争取更多世卫组织成员国，特别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科学顾问支持联署美国声明或单独发表类似声明。拜登要求他的情报部门调查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是有的政治目的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这个转移美国国内这个矛盾，第二个目的呢是为了这个抹黑中国，这个削弱中国的，不断
上升的这个国际威望。他最初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因此呢，他知道结果是不会有的，但是他一意孤行要这么做。目前，中方的立场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也有不少科学家对美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极为不满，不愿为美站台。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包括整理相关科学家和家人的黑材料，对科学家论文进行政治审查，推动科学家所在研究机构施加影响等，企图迫使相关科学家就范。上月初，24位国际知名医学专家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驳斥美方推动的所谓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多名参与这一联合声明的科学家日前透露，在过去6个月里，多家西方媒体曾一个接着一个地反复联系他们，逼迫他们说明是否会改变病毒起源于自然的立场。